我们都知道，对子女良好的养育包括无条件的爱和支持。人们甚至发现，情感可以影响大脑发育，所以这不仅仅是敏感的东西。不幸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提供这种养育，相反，有些父母还会表现出剧毒的行为，破坏他们和子女之间健康美满关系的可能性。想知道是些什么行为吗？那么看下去吧。1. 他们把自己的消极情绪投射到孩子身上。这一条说的是，父母会把自己不喜欢或不能面对的事情强加给孩子，所以父母不是说我对自己很失望，而是坚持告诉他们的孩子，生活是不公平的，孩子是不幸的，甚至告诉孩子他们不配，所以他们会失败。这是非常有伤害性的，因为还在发育中的孩子会把父母的话当成绝对的真理，他们会开始那些负面的影响嵌入骨髓。2. 他们几乎没有同情心。想想看，当孩子遇到问题或悲伤时，向父母求助，会听到的是这样的话：怎么什么事都和你有关？或者从来没人关心过父母，只有你的需求才重要，对吗？父母甚至可能对孩子的担忧不屑一顾，把话题转移到他们认为重要的、有意义的事情上，以满足自己的需求，而不是孩子的。这样的父母不会思考、顾虑或真正关心孩子以及别人的感受，他们只想他们自己的事，而别人有同样有效感受的概念是费解的。这很可怕，因为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，他们根本不关心作为独立个体的孩子。3. 他们过于挑剔。是的，谁都会犯错误。是的，为人父母的部分职责就是从开始就让孩子意识到有些事是错误的，这样他们才能学习。但凡事都有度，过犹不及。吹毛求疵是指孩子一再试图纠正或改进，但仍然被家长认为错得离谱。比如，父母可能会说，你就是因为懒和不学习，所以只考到了80分。他们还会说，只考了90分，我的孩子是白痴吗？还可能说，考了满分又怎样？你忽略了做家务，如果不能两者兼顾，你就是个废物。那么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会认为，他们永远都做得不够好。也许他们是有缺陷的，或者他们应该受到不好的对待。4. 尽管知道孩子的界限，他们还是视而不见。在自己房间里安静地放松过吗？你的父母不会毫无预兆地闯进来吧？或者他们突然就什么事情给你提出建议，而你却从未暗示他们你需要或想要他们帮助你。如果你敢对此说点什么，你可能会听到我是家长，所以我有权这样做的言辞。不，这是荒谬的，除非孩子太小，他们尚不能自理，否则任何健康的关系都必须包括双方都互相尊重彼此的界限。还可能是他们不知道，或者有一些紧急情况而不断地冒犯孩子，尤其是如果他们以我是家长为借口，就意味着他们不尊重孩子这个独立的人，这是不健康的。5. 侮辱孩子是为了伤害孩子。与开玩笑引发战争不同，开玩笑引发战争被大家坚定认为是幽默的一种假侮辱，而家长对孩子的侮辱是让孩子感到羞辱或羞愧的方式，通常没有原因，或者可能是对孩子分享成就的回应。有的家长甚至可能在外人面前这样做，只是为了更深入挖掘侮辱孩子的梗。这不是让孩子保持谦逊的、严厉的爱，这种虐待会让孩子感到疏离、焦虑或抑郁，孩子的整个未来前景都可能被低自尊束缚。6. 孩子总是所有负面事情的原因。即使孩子从来没有因为出生而受到指责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如你毁了我的生活，我不能实现我的目标，因为我要抚养你，或者像说生活中所有的不方便都是因为你，这种话就好像孩子是某种超自然的末日预兆，影响他们从未见过的事件和地方，常时被抛到九霄云外。家长把自己不满意的东西变成孩子正在做的事情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 99.99% 不可能的。如果孩子体会到了这一点，那就说明家长不正常，真的是家长，不是孩子。7. 他们总是索取，从不给予。我们不是指金钱或礼物之类的东西，尽管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就像那些不是去找合格的心理医生，甚至是成年朋友，而是决定在自己12岁的孩子身上发泄情绪的情况。而且孩子只知道父母难过，
所以他们会尽量安慰父母。这里的孩子之所以被定义为孩子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，他们不应该且无法以健康的方式承担这种责任。本应是父母支持、引导和安慰孩子才对，让孩子扮演父母的角色是一种真实现象，自然而然被称为父母化。这就意味着，当孩子需要安慰时，父母不会给予回报。从有害的养育中治愈自己是孩子的能力，孩子也只有靠自己才能控制自己的感觉和态度。同样，家长也是唯一能够控制和改变自己的感觉和态度的人。是时候让自己摆脱这种负担了。如果你认为家长没有成为更好的人是你的错，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孩子没有义务被虐待，也没有义务去承担家长忽略的问题。照顾好自己，做一个自己喜欢和尊重的人。我们知道这一点谁都能做到。你对这些迹象眼熟吗？这支影片是否改变了你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看法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想法，我们将拭目以待。一定要点赞，并与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